找了好几朵花，我们看一下画哪一朵啊？我来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吗？有点粉，下面还有一点绿色的。下面还有一点绿，不知道你看得清楚吗？不知道在这里看得清楚吗？它下面带一点点绿耶，这个明显一点，下面有点绿色的，应该是叫绿香球。绿香球，但是它是长的是粉色的，是花苞的时候是绿色，然后开了之后就是粉色，是吧？这个花很特别啊，很特别。来，再近距离给大家看绿香球。那我们今天先画这个绿香球啊，绿香球它也很美，它也很特别。这个是还是一样的，把这个中线分出来，6尺调平啊。6尺调平是多少乘多少的？这里是98，这里是30，98乘以30。好，我们先把这朵花，第一朵花画在这里，这里画一个花苞，从这里出枝，这里也是从这里出枝，然后我们叶子全部让它长到这边来，包括这个花苞的叶子也是让它来这里，让这一堆叶子都在这里，这里可以来几片叶子，这个叶子让它成一个团块。好，我们可以在这里出一个枝上来。好，大概这样子的啊，大概这样子的构图，我们画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画面。这朵花，我现在画的是在这个中线的上面，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朝下一点点，不要画太上了。那这朵粉色的花，我们用什么颜色呢？好，这个是一个绣球型的。那么绣球型的是上面一个圆，上面是一个圆的一个球，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大花瓣。那我们把它分为3层去画，这个是第一层，这个第2层，这个第3层。它的特征，第一层是，来，我还是把这一朵花放在这个画面里面。第一朵花它是这个比较虚的，在上面。第一层它颜色也比较浅，颜色是浅的，物象是虚的，然后花瓣是小的。然后第二层是中间的这一层，这朵花中间这一块，那中间这一块离我们视线是最近的，它颜色是最深的，然后物象我们要把它画成实的，然后花瓣它还是在这个球之内，所以它的花瓣也是小的。第三层是最下面这一层啊，最下面这一层它的颜色是深还是浅呢？我们从这个照片看，感觉是浅的，感觉它的颜色是浅的，其实它是深的，因为它里面会有别的颜色，有一些有点灰暗，有点绿，所以它相对于这朵花来说，它颜色还是稍微深一点。因为这朵粉色的花，它整体来说它都是这种浅色的。好，这个第3层的物象也是实的，但是它花瓣明显的花瓣它是大的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我再给个特写，大家来分析一下颜色。来，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来一起分析一下这朵花用什么颜色好。这个是考验大家对实物写生的时候的分析的一种能力，就是你们要会分析，要会搭配这个颜色。首先我们还是准备一个底色，太白加3绿，直接加上胭脂啊，直接加上胭脂。第二个颜色，朱砂或者是朱标都可以，还是用大红吧，它有一点点偏大红啊。朱砂、大红、胭脂。后面还会用到这个
头绿或者是那个3绿加藤黄都可以，我们用头绿加藤黄哈，头绿加藤黄画后面这一部分。好，我们可以先调色，先把这个底色调好，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胭脂。用珠标可以呀，用珠标我也喜欢用珠标一点，其实我也喜欢用珠标一点。这2种颜色很像啊，我们改成珠标，这2种颜色很像，但是我也喜欢用珠标，珠标它会显得更亮一点，我也喜欢亮一点的。我们加水，先把这个底色调和。太白3绿胭脂调和。好，太白3绿还有胭脂，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颜色。好，我们来试一下，在纸上稍微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好，我们再加一点3绿，3绿稍微少了一点点，再来一点点。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要调到跟这个纸上有这个明显的区别才好。好，再加一点3绿进来，稍微的把它底色调深一点点。好，今天我们画的这一朵花的名字叫绿香球。绿香球。好，我们用珠标，大红。好，来再看一下调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浓度啊，这个能看得到浓度吗？我拿一点在手上画一下，让你们看一下啊，这样子能看得出来吗？这种浓度能看得出来吗？我调了之后在手上画是这种浓度。你们能看得出来它是有多浓吗？能就可以了。那我们再调，准备调啊。我说刮掉笔上多余水分，这样子轻轻的刮。那我说的轻轻的和你们的轻轻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力度是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很难去表达。那我说轻轻的，你可能很轻很轻，好轻好轻，那笔上又流了很多水分。那假如说我们笔上很多水分，你调的时候。那这样子水分就多了，看到了吗？你一调这个盘子里这一团全部是掉的水，掉了这么多水出来了，看到吗？我说轻轻的刮掉，你可能很轻，我的轻轻的跟你的轻轻的有可能这个重度还是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这里又是水分，你在盘子里就能看出来水分多不多。你一调这个盘子里掉了一盘子水，那肯定是水分多了，是吧？那这个水我们把它擦掉，这里太多水了。那我们可以用一张废纸，用一张纸巾把这个水分沾掉一些啊，沾掉之后你再去调，再试一下哈。
你看这个水，你调的时候有这种纹路出现，看到了吗？它不会说掉到这一团，掉到这一块都是水分。这种水分你们能看得清楚吗？我们在调的时候，它不会掉一团，有这个笔印，你这个笔划的时候有这个笔痕。我们现在水分差不多了，我们调色。那我们调色的时候，第一个颜色我们把它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调的时候，我们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看到了吗？侧面来看这个盘子，是睡在盘子里调，睡在盘子里调，这个颜色才会上得来。如果你这样子竖着调，这样竖着调，或者是斜着调，竖着斜着调，这个颜色永远都上不来，这个颜色就永远在前面一截，永远都上不来。所以你要睡在盘子里调，你想调的这1/3就调到1/3，你想调到1/2就调到1/2，你想调的整个笔就可以调到整支笔。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大红，笔尖1/3的地方调一点大红，笔尖再留一点点深色的，笔尖要留一点深色。好，我们来试一下颜色啊，试一下颜色，这颜色好看吗？来，你看这一笔就不行，这一笔是不是颜色没有均匀？没有均匀，可能这里难怪，这里有一块颜色在这里，这可能不小心沾到了一块颜色，所以颜色没有调匀，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滋润。那我们要继续再调一下。好，那这种颜色均匀了，颜色均匀之后，它的颜色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你看你怎么画都可以，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好，所以说调色现在知道了吗？大家调色现在明白了没有？怎么调大家知道了吗？怎么样才把这个颜色水分掌控好，还有它的颜色调均匀？调均匀怎么能调均匀？有些家人说颜色老是调不均匀，你说为什么会调不均匀呢？那还是你调的时间不够，还是你太急了，还是你太粗心了。只要你调久一点，调的时候我一直跟你们讲哈，调的时候这个笔要不停的转动，你在这里调的时候，笔是在转动的，知道了吗？你这个手后面的手是在转动的，明白吗？你们调的时候手有没有转动？有没有？要一直转动哈，笔要不停的转动，让360度都占满颜色才行哈。好，这种颜色就均匀了，颜色均匀它就好看，是吧？颜色均匀。好，大概调这种颜色，我们就试一下它的颜色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花瓣的话我们就不示范了，不分解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分解这个花瓣。来，我们来开始画这一朵花啊。来，我们还是把这张纸对折一下，找到这张纸的这个中线，大概一个中线的位置，然后知道我们想把这一朵花画到哪里。那我把这一朵花画在这个中上一点点吧哈，中间一点点，中上一点点，就差不多这个地方，中上一点点，看到了吗？这个是中线，我们就画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开始啊，可以把这朵花画斜一点。你想画斜一点，你可以把这个手机这样子斜着放一点，放斜一点，我们就把它画斜一点，好吗？好，就画在这个地方。继续补充一点颜色，笔尖的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好，这个它都是一些碎花瓣啊，所以我们看不清楚它的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但是
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碎的花瓣去组合，所以我们画的时候是比较随意一点的。笔尖要不停的蘸颜色啊，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你笔尖要有深色的，你才能把这个花瓣的这个区分开来，就是花瓣与花瓣之间衔接的地方才可以分解的出来，不然的话笔尖没有深色，你所有画的花瓣你都晕到一起了，没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好，其实我们是画的是各种各样形状的这种花瓣去组合，笔尖不停的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花瓣。笔尖不停的补充一点点这种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都是一些小碎瓣啊。好，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朱标哈，我们用的是朱标来补充一点点大红，继续。我们这些都是碎花瓣啊，这个缺口我们直接这么去填上就好了。颜色每一步都要把这个颜色调匀，颜色调匀才是你画好这一朵花的这个关键点。那画了这么多小的碎的，我们偶尔也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让它这个花瓣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我们要画这个花瓣都要注意它的什么变化，花瓣的大小、颜色的深浅，还有这个什么物象的这个虚实变化。那这个花瓣你都不知道它从哪里长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知道它从哪里长出来，它就是这样子一些碎花瓣啊。好，现在我们的笔上有点干了，中间这一块的颜色是比较深的，看到了吗？这里比较深，越到后面这些颜色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了颜色。所以我们到后面去，我们颜色是越来越浅了。好，这些有一些花瓣是比较长的，我们就这么去点。好，越到上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浅，而且物象越来越虚。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上面一层的物象是虚的。物象是虚的，我们中间一层基本上画这么多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画上面这一层，上面这一层颜色是特别浅，我们就蘸一点点这个朱砂，在边上蘸一点点这个大红，这个边缘的大红稍微蘸一点点就可以了。
它的花瓣也是一样的，是这种小的。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好，笔上没有底色了，我们就加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轻轻的蘸一下这个底色。好，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珠标，加一点点珠标进来。好，我们这边虚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直接去点。好，我们的这个花瓣越到上面颜色越来越浅。好，这个笔上干了，直接上面这个浅色的就不要画的那么实，我们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我们想要它暗一点，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啊，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不要太多了，一丁点就可以了啊，让这个花瓣上面这个花瓣有一些地方也稍微的。好，点你直接这么去点出这些细节，它都有一种笔触感，有一点点笔触感，它都会是一个一个个花瓣的这种感觉，不会说成一片了。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就是有这种特性，它就是你画了之后，你即使都是点到一起，但是每一笔它都有笔触，我们就利用这个笔触的这种感觉去表达这个花瓣。利用宣纸这种特性去表达这个花瓣的特征。好，我们稍微的加一丁点胭脂，千万不要加多了啊。有一些花瓣我们跳出来，加一丁点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画下面这一些小小的花瓣。
啊，颜色你看我颜色调太多了，一直往后滑。好，我们基本上画最后一层这个大花瓣了，上面这一层这个虚的，这个颜色浅的，我们基本上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深色的地方再深一点哈，深色的地方我们可以再让它深一点。深色的让它再深一点。好，把深色的地方稍微有一些地方稍微的提深一点，让深的更深。好，我们要画下面这个大花瓣了。画下面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要另外调一个底色，我们把这个底色倒一点在这个盘子里哈，这个大盘子里，有这个胭脂，我们再多加一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底色加深，把这个底色调深。加点胭脂，然后我们再加点三绿，进来。我们把这个底色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是一样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去调这些颜色。待会儿我们会加一点绿色啊，我们那个盘子里没有调绿色啊，把这个绿色调到盘子里。我们刚刚讲的用这个头绿和藤黄，调出这个嫩绿色。今天这朵花它就比较特别，有点红，有点绿。好，我们来，刚刚调完之后啊，你想调一点这种红色也可以。我们挨着它的边缘的时候，我们也调一点红色。好，然后在边缘上调一点点大红，然后我们去调一点点绿色吧，让它有一点点红，有点点绿。底部想要深一点，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好，首先我们来这里来，底下来一个大花瓣，笔尖蘸一点点胭脂啊，来一个大花瓣。好，我们后面来一个就是稍微的绿一点点，来我们调一点点这种绿色，我们刚刚调的这种嫩绿色。
再调一点点。好，我们这个反比要调均匀啊。好，我们的这个边缘再来一点点绿。好，我们的笔肚里面没有底色了，再沾一点刚刚的这个深色的底色。沾完之后，我们还是调一点点这个朱砂，调一点点朱标哈，朱标，然后调一点点胭脂，调点胭脂到笔肚里面啊，就是让笔肚的颜色更深一点点，然后再去调这个绿色，这样子颜色会更深一点。否则我们画完之后，这个颜色整体太浅了，因为在纸上我们不能说跟真实的画一样那么淡，稍微的深一点点啊，稍微的深一点点。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啊。来一笔一笔的加一点，把这个花瓣延伸。好，我们靠近这个这个绣球这一部分，还是稍微的来一点点这种红色的，沾一点点这个大红。好，沾一点点大红。那这里有一些这种小的碎瓣的这种细节，让这个花瓣参差一些这种小的这种花瓣，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不能说所有的花瓣都是这个大大的。好，我们再来笔尖沾一点点绿色，反笔来画一个，反笔来画一个。有正反笔画两个，然后这里再加一个正瓣，就感觉它一个反瓣又成了一个正瓣成了一个反瓣的。好，这里加一些花瓣，然后这一块我们再怎么去补充花瓣。好，我们笔上先开始蘸一点底色，蘸一点底色，这些颜色还是一样的调。调一点朱砂，调一点胭脂。
好，这里还是一样的，有一些小的反瓣，有一些这个花瓣的细节，不能全部都是大的，我们也要画一些小的，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这个花瓣里面的这个花瓣，我们就稍微画深一点。这个外面这两个感觉是两个这个反瓣，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正瓣。要加一点胭脂进来啊。好，这里会画一些这种细节。这朵花它的花瓣就是绿色的啊，这里会有一些这种感觉花瓣很多的这种感觉，这种细节让它有些地方大花瓣旁边也会有一些这种小花瓣的这种感觉。绿香球，它的这个外面这一层花瓣是绿的，为什么它是有绿色哈？外面这一层是绿色的，然后中间这一球又是这个粉色的，所以它叫绿香球，它不是叫粉香球，叫绿香球啊。所以它有一点带绿色，它花苞的时候，这个花在它花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绿色的，你看着它是一个绿色的。等它开放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红色的，所以它的这个花的这个上面是这个粉色是红色的，然后下面又变成了这种绿色，就是这个原因啊。它干了之后，它颜色会更加均匀一些。我们现在还要去调整一下它这个顶部的地方。我们沾一点点，还是要沾一点点颜色，稍微沾一点点颜色。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哪里的花瓣需要去加大、加饱满。好，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加一些花瓣啊。加这个花瓣的时候，都是加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因为这上面这一块它都是整体都是一个碎的花瓣。我们可以反比来调整啊。所有的这种颜色，这种感觉都是因为调色，都是因为调色。所以调色很重要，我一直讲的这个调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调色的方法。好，反比，稍微的沾一丁点这个颜色来反比去调整这整个花型。
有一些这种很尖、小尖的这种碎的，我们要去表达出来，表现出来。就是一步步的调色，你要看到我每一步的调色是怎么调的，才知道这个阴影是什么出来的。它就是用的颜色不一样而已，就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啊。诶，这一笔一下子太深了。就是这个外观，你把这个外围调成你想要的样子。可以慢慢调整成你想要的样子啊。好，这朵花基本上就可以了。这朵花基本上可以了。来，先看一下这朵花的实物。当然，这朵花的实物它很白，我们有点曝光。我们画的时候它没有画的那么白啊，稍微画深一点点，稍微画深一点点。来画一个花苞，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吧。花苞就用这个绿色的。感觉这个花苞出来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出来这种感觉。好，绿色的花苞。